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件哦？一个重症病患在临终之际突然变得精神很好，仿佛病情奇迹逆转，结果没有多久又急转直下过世了。这种人死前回光返照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又或者只是都市传说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回光返照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不少人可能都听过回光返照，也就是呢人在临死之前健康状况莫名好转的现象。这样的情节呢，往往听起来像奇闻异事，缺乏了科学的证据。但是有很多人都说，他们曾经亲身见证过家人回光返照的瞬间。比如常年研究哲学、认知科学的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巴提亚尼。巴提亚尼的外婆在晚年疾病缠身，几乎失去了正常对话的能力，但却在某一天突然恢复精神，愉快地跟家人聊天，然后呢，又在对谈结束后不久骤然离世。这样子的状况让他相当困惑，不知道要如何用科学解释，所以后来他决定用系统性的方法深入研究回光返照，试图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借由《生死界限》这本书一起来聊聊回光返照到底是什么，真的有科学方法能够解释这样的现象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玩闹的那种，把鞋子丢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有遭受过那种关系霸凌。像你是单亲家庭，会说什么？哦，你就是没妈啦。台湾的学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校园内的各种暴力问题真的这么严重吗？在短短的5年之内呢，霸凌通报案增加了快2倍。有2成多的学生表示他被霸凌过。即便霸凌的通报量有在增加，但霸凌黑数可能没有降低多少。以前好像都会发那种霸凌问卷调查，就不会有人写说自己被霸凌。因为很多的学生觉得讲了也没有用，或是担心老师会越处理越糟糕。校园内暴力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师长言语暴力的问题。你不知道导师的权力有多大？不觉得自己很烂很无耻吗？高达45.3% 的中学生表示，他们曾经经历过老师的言语暴力。一群男同学趁下课时间包围坐着的男学生，好几个人出拳又出脚。你快点把这个白场！制服男突然起身踢了他。霸凌事件，校园霸凌，校园霸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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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凌。广义来说，回光返照是指一个人在临死前突然从昏迷中苏醒，或者精神变好的奇妙现象。不过，疾病的状况本来就可能时好时坏，而且有医师表示，这可能只是患者临终前身体自动反应、释放能量的应急作用。也就是说呢，回光返照未必都是有违常理、无法解释的奇迹。因此，作者在书中把回光返照的定义限缩为因为各种脑部损伤而失去认知能力的人，在大脑依旧受损的情况之下，突然恢复正常认知能力，这种难以用医学角度解释的状况。那最著名的个案之一呢，是1895年出生在德国的凯瑟。根据医疗记录，凯瑟患有先天智能问题，6岁就住进了精神病房。在院期间呢，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只会时不时的发出动物般的叫声。但是在他26岁的那一年的某一天，医护人员却看到凯瑟口齿清晰地唱着歌，歌词内容呢是在跟这个世界告别。而就在唱完歌的几个小时之后，凯瑟就过世了。那虽然像凯瑟这种案例由于过去不受医学界重视，所以往往缺乏了系统性的记录跟研究，真实性在学界也还有一些争议。不过作者指出，像凯瑟这样子回光返照的状况其实并不罕见，从几世纪前的这个医疗文献到现代的研究，都可以找到不少的证据。作者在书中指出，在17到20世纪初，不少的早期医学文献当中都记录过回光返照案例，而到了近年，透过相关研究的进行，又有更多的案例被记录了下来。比如2009年的一项研究呢，就在纽西兰一家临终关怀医院连续监测了100名的死亡案例，发现这100人之中呢，有6个人在过世前的48小时都出现过回光返照。最近也有一项英国的研究发现，有超过70%的护理人员都表示他们曾经遇过病人在临终前出现意外清醒的状况。此外，作者也有以问卷的方式公开的征求目击者，结果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医疗人员纷纷回复，叙述自己所目睹过的回光返照案例。不过，作者说，光靠这些资料还是无法准确推断出回光返照的发生率，因为有些病人在出现回光返照的时候，身边可能没有人，而没有被记录下来。而且这些目击者的陈述内容也可能会受到情感或是记忆的影响，所以真实性跟细节也都有待商榷。
但即使如此作者还是认为这么大量的目击资料已经足以显示回光返照是确实存在的现象，而不只是奇闻异事。而且在进一步的分析之后，作者更发现这些案例有一些共同特征。书中指出，回光返照最大的共同点是病人通常在出现回光返照之后很快就会死亡。在他收集到的案例当中，有高达 95% 都是在出现后的8天内死亡，大约 65% 呢更是在1天内死亡。再来是在这些案例当中，回光返照的时间都不长，通常只会持续几十分钟到几小时，有高达90%的案例都是不到1天就结束了。最后是出现回光返照时的状态，作者指出虽然他搜集到的案例当中，患者脑部损伤的原因认知衰减的程度都不尽相同，但是有将近 80% 的案例语言能力都几乎恢复到正常状态，不但说话清晰连贯，甚至连记忆力也完全的恢复。更让作者讶异的是，许多病人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更知道自己原本一直处于认知衰退的状态。还有不少人也明白自己不会清醒太久，很快就会死去，所以会把握最后的机会跟家人道别，诉说最后的愿望，并交代后事。那到底为什么有些人会出现回光返照的状况呢？就像前面提到的，作者在这本书当中所说的回光返照，本来就是限定在难以用医学角度解释的状况。也就是说，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本来就是没有办法用现有科学知识解答的。不仅如此，目前整个回光返照现象可以说都还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有很多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得到解释。比如有没有什么东西或状况可能会触发回光返照，目前也都还没有可信的说法。正因为如此研究单位往往很少有机会能够当场的观察记录，只能够事后的分析，导致相关的研究进展得非常的缓慢。那在现有科学知识的局限之下呢，作者在书中也试图用另外一种比较哲学的角度去探讨回光返照发生的可能原因。而他找到的切入角度是灵魂，如果有某种超越肉体的灵魂存在，那么或许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人能够在大脑受损的状况之下恢复原有的认知功能了。也就是说，或许回光返照的现象也是灵魂存在的证据。书中提到关于灵魂是否存在，过去有2派主要的论点。首先是唯物主义也就是相信这世间的一切都是由物质组成的，所以人的所有行为性格、意识都是脑部运作的结果，灵魂并不存在。而在这样子的唯物主义之下呢，就可以去解释为什么脑部损伤会对人的认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可能也比较符合现代科学的观念。但是相对的，它就很难去解释脑部受损患者到底是怎么样出现回光返照的。而至于另外一派二元论呢，则是相信这个世界是由物质跟精神2种元素所组成的，因此在二元论的框架之下，人不只有物质的身体，也有非物质的灵魂，两者是独立存在的。那有了独立于肉身的灵魂存在即使大脑受损了，也可能透过灵魂的回归，让人恢复到正常的认知状态。不过由于难以证实灵魂存在或不存在所以这种用灵魂去解释回光返照理论，目前也只是停留在理论的阶段而已。这样子看下来，有关回光返照的研究成果好像很有限，但作者认为这些研究推论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有可能会对于未来的医疗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研究的案例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失智症患者。那根据统计全球失智症的人口正在快速的增加，预计到了2050年将会有1.39亿人罹患失智症，而且目前都还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医治失智症，修复患者受损的大脑。因此，作者认为回光返照的现象似乎让人看到了一种新的治疗可能。如果能够得知回光返照的原因，或至少知道触发回光返照的元素，或许就有机会脱离无法医治大脑的困境，找到另外一条途径来治疗失智症患者。可以想象，一旦这种方法可行，将会造福无数的人。因此呢，不仅是作者怀有这样子的愿景，其实早在几年之前，美国国家老化研究院就投资了数百万美元支持回光返照的研究计划。那虽然说相关的研究计划目前都还没有取得非常突破性的进展，不过已经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回光返照的谜团背后可能具有重大的医学价值，因此投入研究，希望能够透过解开这些谜团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呢，我们比较倾向觉得回光返照可能只是某种奇闻异事，又或者是合理的病理现象，被人拿来放大解读成某种奇迹。那在看完这本书之后，虽然我们还是不排除某些回光返照的故事多少还是有传说或者是夸大的成分存在，但也认知到原来是真的有不少脑损伤又短暂恢复认知的案例，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用医学来解释。所以我们现在呢，会比较抱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去看待这个现象。虽然说我们对于作者提出的灵魂论点没有非常的买单，
但这也不是说我们就要马上的否定这个论点，而是我们觉得或许最后的答案不一定会是我们一般认知当中那个很玄的灵魂，可能是人们还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这一切，所以现在只能够用灵魂这个感觉比较虚幻的词汇来概括它。而我们觉得无论这个谜底背后的答案是灵魂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是值得深入研究探索的，因为这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目前束手无策的各种疾病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那话说回来，虽然这本书让我们对于回光返照有更多的认识，但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忍不住会一直想到那些陪伴重病家人的人们。我们在想，他们会希望家人有回光返照的时间吗？那当然，如果家人能够突然清醒过来，就可以有最后的对话，好好道别的机会。但这也意味着家人很快就要离世了，那种心情呢，该有多复杂哦，真的是很难想象。所以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会希望自己或所爱的人在离开之前有回光返照的机会吗？会有，这样就有机会可以表达对家人的爱啊，还有感谢，好好的告别。B 不会有，反正都要走，突然回光返照只会给人虚假的希望。自己没有想过，因为我不太相信有回光返照这种事情。比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回光返照是真的吗？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失智症是什么，以及台湾失智社会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